苏巧慧选新北市长啊，那选对会征召他。苏巧慧说，他要组最强的团队，打赢2026，就是明年的新北市的选战哈。那另外呢，这个苏巧慧说，他打电话给林右昌，因为林右昌原来好像也想选新北市，没有接电话，说他会将继续情谊，希望呢大家都能帮帮他，能够赢得胜选啊。那另外国民党谁啊？那现在的副市长刘和然啊，也去照形象照，说我准备好了哦。虽然李四川民调高，没在怕哦。那到时候呢，国民党到底怎么产生啊？那有人说李四川啊都往新北跑，他说对，我每天都在新北，因为我住在新北，我住在板桥，每天啊。那说现在这个蒋根煌就是新北的议长，说月底他就要宣布要选新北了。李川否认，说我先处理好辉达进驻台北，因为辉达最近才拍板定案嘛，哈 ，T17、T18哈。那另外还有民众党黄国昌哦，因为也说要选新北啊，那到底要怎样啊？民进党已经出来了，就是苏巧慧，那蓝白到底怎么协调的？苏贞昌说，我不会只是等待啊，不会一直等，不会的啊，到时候我会出击的啊。那另外呢，到时候蓝白在2026会不会又合作又竞争？会不会矛盾？侯友宜说努力做事就没有矛盾。我们看一下，新北我已经上班过8年了，不是这个部分。我想首先我还是恭喜我们屏东的女儿苏巧慧被这个民进党提名。那我也为他加油。不是每天回新北睡觉而已。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恭喜苏巧慧，但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挥打落脚台北市。那我想现在我的工作，这个辉达绝对比选举还这个重要。不知道这个事，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信息？那我也谢谢议长的这个期待啦。等辉达告一段落，会不会就是宣布参选的时候？李四川没松口，持续推进让辉达落脚北市科程序。辉达案李四川功不可没，但2026还要看台北市长蒋万安愿不愿意放手。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哦，我想我们现在都是还是专注在施政上。毕竟现在还在议会会期当中。至于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也磨刀霍霍拍形象照，对外表示准备好了，表示会用更多行动回应新北市民对未来期待。相比之下，民众党和民进党布局进度似乎快很多。那恭喜苏巧慧委员，我2月1号竞选办公室就会成立。我们有最大的诚意跟善意，我们按部就班的往前进，我们不会等待。虽然有意和国民党协调出一组，但强调党内自主。如今绿营确定派苏巧慧，有人起跑的早，有人坚持把眼下事情做好。激烈的。刘元之。新北，我想先讲哦，苏巧慧说要打给林右昌，林右昌不理他，那当然不理你啊。那个时候以色列收讯不好，没有啦。哦，林右昌其实也之前是蛮积极在布局新北，我不知道秉佑有没有遇到了。至少我在板桥的时候，他连那种里长的餐叙5、6桌都来，平安餐也都来。后来他为什么离开呢？因为大罢免失利。但坦白说，大罢免也不是林右昌想要推的，但是他就扛下责任，就是辞职，而且离开新北。那苏巧慧一样啊，那时候苏巧慧也在罢免我们啊，3不5时又到板桥来，我那时候很讶异啊。你是莺歌的立法委员，树林的立法委员，你一天到晚不待在自己的选区，跑到别人的选区扰乱人家，要搞罢免啊！结果你现在一直希望别人不能当立委，结果你自己现在不想当立委，你想当市长，哇，你不想当立委，你还不让人家当，哇，整个新北都你苏家说了算哦。然后罢免了6区，没有1区过的。你扰乱了6个选区，因为我们新北市总共12个选区，12个立法委员，他跑来罢免我们另外6个，没有1个过。结果苏巧慧不用下台，然后可以征召去选新北市长。那你林右昌你会服气吗？当然不服气啊，当然不服气，谁会服气？所以我觉得那个苏巧慧他第一个面临的问题是，他要整合正国会，因为林右昌就是正国会，正国会会不会挺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尤其是在新北市，正国会跟苏系长期不合。长期是不合的，就是上次游锡堃选举的时候，苏贞昌、苏系也没有很认真挺，游锡都记在心里。2018年侯友宜第一次出来选的时候，很多游锡的人私下跟我讲的啊。所以第一个他要先去整合正国会，第二个苏巧慧他被征召，为什么他不用初选是征召？是因为民进党的内规，如果上一次选举
民进党得票是低于42.5%的话，是直接用征召。那我觉得其实蛮讽刺，为什么？因为以前新北市蓝绿是差不多5-5波。第一次就是新北市升格选举，那时候蔡英文对朱立伦是110万票对100万票，其实是蛮接近。然后再来连任的时候，游锡堃才输朱立伦2万票。那后来为什么忽然间新北市变民进党监管选区？就他爸的原因呢？那时候他爸参选的时候输给侯友宜29万票啊，他爸为什么输这么多？因为他爸本来在第一届新北市要选举的时候，民进党希望他来选，觉得也只有他可以打败朱立伦，但他不要，他想要循那个谢长廷模式，就是先去选台北市，然后虽败犹荣，再去选总统，然后跑到台北市一个保安宫前面发誓说啊，大家都只能做2届，我曾昌不能够那个破例啊，所以呢，我不能选新北市，那就输了之后，后来2018年他就跑回来选嘛，跑回来选，人家就说啊，你不是不能破例啊，为什么你又来了啊？你骗神明哦，然后他就跑到那个台北市那个保安宫说，神明原谅他了，然后骗完神明来骗市民，所以后来输了29万票啊，结果接下来民进党就是因为苏贞昌的关系，就上一次林佳龙输40万票，所以爸爸把新北市搞到民进党变艰困，女儿来复仇，哇，这也是蛮不错的一个布局啦哈。但我觉得这就看苏小慧在苏贞昌的帮忙下有没有办法翻转啦，因为大家之前应该看过苏小慧当立委，苏贞昌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哇，苏贞昌是一直做球苏小慧只要讲说需要什么，然后苏贞昌就夸奖一下啊，小慧果然很聪明啊，果然很聪明啊，自己的女儿当然夸一下，果然很聪明，然后2个就一团和气这样子。那别人是在国会呢，都是在监督政府，他们是在国会孝顺父母，所以那种场景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我们就来看新北市民能不能接受嘛？能不能接受？好，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国民党这边当然也要准备了。现在刘和然今天拍的那个宣传照，我觉得还蛮帅的啦，头发还蛮多的。然后那个你不要这样说，我们川博头发少好不好？没有比我多。然后那个，所以刘和然准备。那接下来李四川，除非刚刚是讲过年前，我觉得啦，应该就是我们预算会期间。其实我也觉得差不多过年前，因为侯友宜上一次2018年的时候，他就是在2月底的时候辞职的。那侯友宜那时候其实也有参加初选，那时候好像跟周习伟大概4月的时候初选，所以差不多。我觉得李四川、刘和然就是2月先整，大概1-2个月先整合，然后跟黄国昌大概4-5月整合。那整合出谁民调高，大家就共支持一组人啊。黄国昌怎么办？其实我相信机会本来就是给准备好的人啦。那当然，黄国昌其实我们主席他一直都是在深耕新北这一块，所以我相信如果今天在野我们用团结的角度来去看联合政府未来可能性的话，我相信做好任何准备。今天不管是黄国昌主席，或者是说我们台北市的副市长川博，或者是刘和然副市长，我相信只要这3方大家有共识，只要是公平、公正、公开，而且清清楚楚的游戏规则讲好，我相信来一场竞合关系的评比，我相信这才是新北市民最期待看到的君子之争啦。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说太急着去说谁有可能谁不可能，我相信只要他们每一位都做好准备，新北市民会选出最适合新北的下一任市长。朋友，新北市从这个好像蓝绿各半到艰困，其实我觉得不要讲说是谁的责任啦。我自己做新北市议员只有1任，但我坦白说，新北市政府在侯友宜跟朱立伦2个市长之间，其实跟议员们的处理，那包含在地方的建设上有目共睹，所以这个是民进党自己要努力的部分。好，所以去谈到我昨天才写一篇文章去讲巧慧，其实我是蛮支持他的原因很重要，其实一个重点就是说，很多人批评他的时候，其实从他爸爸开始谈，可是却忽略了他这个人个体上到底是不是值得有期待的地方。那当然新北市选择的时候，当然好，民进党苏巧慧出来，大家都可以去批判，大家都可以检讨。但我认为他现在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支持的对象，而且也没有做他人想。好，那林右昌部分我觉得也不用提了，因为已经过去了哈。这个再去谈他，基本上他也不会在新北市这个选举里面去再扮演这个候选人的角色。我想在适当的时机他还是会回来哈，一样按照我们民进党的惯例回来支持我们的正式提名的候选人。刚刚讲的内规也不是内规，其实是在我们正式的这个打党表大会上面提出来的这个规范。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党内已经有共识的事情。那当然，我想是不是能够也有选民共同来接受？
对照的就是国民党或蓝白提出来候选人，在这两者之间，我很希望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是不要再让大家比谁比较烂，而是谁比较好。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苏小慧、刘和然、李四川，那包含黄国昌主席哈，这个我每天跑公祭都会遇到他的助理来参与，说实在真的是也很认真啊。好，反而是我们刘和然副会长在这方面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做更多的接触，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我很希望就是说，我们新北市长期在这个台湾的政治焦点里面，比较没有像台北市受到那么多关注。那过去是因为有朱立伦跟侯友两位市长都参选过总统，才受到多一点关注。那是不是说这一次能够又成为选举的注目的焦点，还是回到市政的标准来看？就是说我们新北市自己有我们自己的期待，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做出这样子正确的评价。就会这个。第一个，大家对苏巧慧的印象大概就是苏贞昌的大公主啦。哦，那她过去的主要政绩都是爸爸给的哦。那我也很认真去查 ChatGPT 有关于苏巧慧的政绩哦。那她官网上列的，我觉得都跟我做的差不多啊。譬如说学校人行步道的整平，不是市议员做的嘛啊。所以她到底对于整个新北市有什么样的愿景，有什么样的想法，我是打一个问号啦。那反观国民党现在两个可能的人选，不管是刘和然或是李世川副市长，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市政专业户哦，长期担任副市长这个工作，对于新北市的全盘的了解，我觉得不在话下。所以未来是谁哦？我觉得新北市市政的无缝接轨都不会出问题哦。那为什么我个人预估哦，就是川博如果有意参选的话哦，最晚大概就是农历节前后，大概就要宣布了。第一个就是龟兔赛跑，他也不能一直就是说专注在台北市，他也一定要在新北市有一些起跑的动作。第二个就是回答案啊，他漏的选口风啦，因为之前本来市政府预定就是希望明年的电脑展，如果黄仁勋来台湾的话，同框签约。但后来这个又改了签约的期程，希望在农历年前就完成签约哦。我不知道是不是说让这个李世川哦，可以这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处理好辉达的签约啊。一个漂亮的 ending 以后，然后他而且在这个会期的预算全部处理完以后，他可以在台北市政做一个圆满的结束，然后回去参选新北哦。那当然，对我们台北市议员来说，我们当然是支持李世川副市长，是为了双北未来的合作，因为台北跟新北未来有太多合作案，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哦，从捷运方面，从淡水河方面，从两地的通勤方面哦，我们需要一个了解双北的一个人选哈。那川博当然是不二人选，这是站在台北市议员个人私人的感情立场上。就是新北以前台北县了哈，我这边选过立委哦，那是整个县，整个是一个选区，这个立法委员选区。那蓝绿哈都各有当县长的时候，尤清也做过嘛，苏贞昌也做过嘛，真的哈。所以新北非常重要，是整个台湾最大的这个直辖市了哈。缩影。对，那苏巧慧，我个人访问他，我对苏巧慧印象是不错的。我觉得苏巧慧的条件呢，各方面其实是不错的哈。这个个人是不错的，那就是看比嘛。我很同意说，到时候大家比，我们选一个好的啦，不是说选一个比较差的。谁最好就选谁嘛，就这么简单嘛。谁能给新北带来最好的建设，能够让新北市能够更进步，能够造福新北市民，就选他。那只是说，民进党现在已经决定了。那问题，国民党这边还不确定。光国民党里面现在就有3个人曾经表示过的洪孟凯、刘和然、李四川。李四川还没表示，李四川只是说，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到底选不选？他说没关系，我现在是台北市长嘛，台北市副市长，我也不能表明态度嘛。我要在台北市服务啊，所以让刘和然跟洪孟凯去跑嘛，跑到选前了，那大家再来比说，非要我不可，那我再出来。他并没有排斥，但是我觉得这个态度也很好。你们有意，你们就先跑嘛，跑到最后看看怎样嘛。你们先跑。所以刘和然这边照形象照的也是就是预备要拼啊，我觉得很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是黄国昌了，那黄国昌也表明他会选新北。你这样想，如果黄国昌执意下去选，就是苏巧慧当选。我告诉你，没有第二人呢，他只要分到一点点票就可以了。所以呢，蓝白怎么样合作还是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呢，这个如果说3个党，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都各派一个人，那个厮杀起来很惨烈，结果怎么样都很难说了。所以国民党跟民众党到底怎么谈？到底要怎么是联合政府呢？还是这个县我选，那个县你选，还是这个议员到底怎么样来分配的呢？我觉得那个还是一个蛮重要的，而且也不是那么容易瞧的。你不要以为很容易瞧，不容易瞧的。
哦，如果他都各持己见、各见之立场，就很难巧了。哦，如果以大局为重，那是就比较容易了。到时候会怎么样，可能还要看这两党他们的这个协商到底怎样。我们休息再回来。吴怡农有意选台北市市长啊，那到底有没有希望？吴怡农说：“我希望能够带动2026大选的气势，不只是我，整个气势要带动起来啊。所以呢，这个民进党在台北、桃园说要推大咖来出战，那到底谁是大咖？民进党的有选对会的成员说这个台北、桃园这么重要的地方这个整体气势都有关的所以能把整体气势，就像韩国瑜当时胜选高雄市长，整个气势整个带起来那他说以前都是台北啊、桃园都是政务官，甚至蔡英文选过新北跟朱立伦苏贞昌选过台北县，然后新北市台北市苏家全等党内大咖亲自出战带动气势，所以应该再思考一下有没有更强的、更有这个胜算的人那徐国勇说呢，他会往这方面规划，因为民进党秘书长嘛他说一定到时候人选让你眼睛一亮，会很棒的那另外呢，吴怡农说，我已经有5年的基层历练了。你们说我没有基层，怎么没有基层呢？我成立的壮阔台湾联盟就是跑基层，经营基层，5年在全国各地训练超过27000人呢，超过600个组织单位合作包括社区、学校、教会、NGO 等等。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有基层的努力跟实力才可以那另外呢，因为2026明年就要选了，现在已经11月了，2025蒋万安说他有政绩，我有什么看他说我大力招商这个辉达在北市科接下来 T3、T4、T12 也会有产业进驻而且淡水河两岸投入18亿改善捷运的6线齐发未来呢会持续在市政建设，我是市长用建设来给市民看那吴怡农就说呢，我代表民进党这个前提就是我有最大的民意基础而且呢，我会这个重新建立大家对政治领域的信任那王世坚说看起来是无意参选。王世坚说，吴怡农这么强的意愿，加上又是优秀的青年人才，应该他代表民进党如果不是吴怡农，我相信呢，这个吴怡农也会来辅选王世坚反正就是自己不想选啦就推那另外呢，台北市的议长是台北市的这个党部主委戴希清说，他评估吴怡农、苗博雅机会比较大既然王世坚没意愿那另外呢，这个2026台北市议员一定有民众党也会那戴希清就说，蒋万安当然可以帮民众党站台嘛，因为既然合作了，为什么不能够站台呢而且呢，戴希清说，蒋万安跟李世安在台北、新北有共办效应。刚刚我们讲2个台风共办效应他说这2个呢，一个在台北，一个新北会发挥共办效应。我们看一下。台面上被提出的许多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曾经在政治圈以外有实际的工作、实际的历练，我有真实现实生活的经验。不过蒋万安也有政绩牌。过去几年我们大力招商引资所以争取辉达落脚北市科。所以你对你的连任有信心吗？我想我们持续专注在市政的建设上面。但双帅想要再对决，有前提吴怡农得先过自家选对会这一关，且不少议员有杂音，像是简舒培就质疑吴怡农没在跑基层。过去5年成立壮阔台湾联盟，我每天在做的就是在跑基层，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导正大家对于政治的想象跟期待。基层不只有里长跟条阿卡们，他可以说是一位青年才俊，而且先前他也参选过，他也经营过我们地方的基层，那风评都非常的好。昔日选立委的战友帮换夹，不过跟简舒培同属新系的前立委段宜康一句人选不一定在党内，引发联想。我们为了要去确保这个选务的公平公正性是受到大家信赖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来，香伦怎么看？其实我不晓得，可能是我年纪的关系我现在看这些的候选人的时候，我比较在乎就是说
不是口号啊，什么壮阔台湾啊，什么什么的，那些对我来讲都没有让我呢情绪波动，对这样的一个市长选举产生热情。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我觉得台湾的城市没有个性，那每一任的市长没有办法告诉我他想把这个城市变成什么样子，也许都有些口号。都有一些的建设性的规划，可能要高铁啦，可能要什么什么的好，这个当然也很重要。可是我说的那个个性，是这个城市跟其他城市相比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愿景。它就算它不能够落实，可是在选举的时候呢，召唤人心，让大家呢产生能量，有兴奋感。就是现在的选举政治。我认为这些的候选人，他们的学经历条件呢都很好，都比那个纽约市长曼达尼好。曼达尼是研究非洲的，是美国最冷门的学科。他研究非洲，他是在乌干达长大的，他念的大学也不怎么样。可是你听他演讲，他在4个月从默默无闻，然后呢到最后席卷了选票。你听他说话的时候呢，起码呢，他召唤了那个城市当中呢，本来对政治呢很没有感觉的人的那个热情，他们觉得这个城市又有希望了。那不管是新北市或台北市都很重要。城市的格局呢，如果没有办法打破在现有的格局上面，这个城市的未来呢会什么？台北市因为它的基本的条件相对就比较好，首战之区嘛，资源也比较多。新北市它先天上面呢，你怎么做我都不认为新北市呢可以呢出现怎么样多突破性的格局，它就是绕着台北所形成的一个勉勉强强的把它凑上去的一个直辖市。理论上面来讲，它跟台北市合并等等呢，都还比较好一点。可是呢，要用这种方式，导致呢新北市的东边跟西边的发展的落差就是非常大，所有的重心呢都在西边，东边呢感觉上面呢就算是3、4线的城市一样，但是也没有人想要去改变这些事情。好，那现在当台湾呢发展到现在这个水平的时候，我觉得县市长的选举是很重要的，特别是6都的市长，因为你如果看不到呢，现在社会底层的阶级跟某一种的沉闷感，那种的沉闷感，你已经不太可能呢，在反复用蓝绿白的这种的政党的简单的意识形态划分的方式去动员情绪。我相信跟我有相同感觉的会越来越多，就是对政治越来越没有感觉，没有感觉的东西不是因为政治不重要，而是。我觉得现在的政治人物呢，在参选的时候，你话讲了很多，可是为什么没有一句会让我感动呢？就是这个城市你到底想要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我的城市没有个性，住在台北，住在台中，住在高雄、台南，城市之间的均质化，表面上面来讲的建设预算等等，好像呢是有些差别，表面上面的进步跟落后有差别，可是我说的那个个性有点抽象。就是看不出来呢，台湾的城市到底在未来的世界，城市的个性非常的重要，但是我看不到。叶律师，其实我觉得马英九在市长任内是有一些愿景的，比如说他那个时候说我要打造台北变成一个健康城市，好，那他就开始做12区的健康中心，那所以他做了4个。好市长帮他完成了8个，所以现在台北市每一区都有运动中心，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方向。对，然后其实从他开始垃圾不落地，然后到好市长完成到2010年台北市就垃圾全回收，资源全掩埋，这资源全收，垃圾全掩埋，这个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啦。对，讲错哈。对，那其实像好市长的台北好好看，也的确改变了台北市的市容。好，那我觉得，所以一个市长提出一个好的愿景，像好市长他任内淡水河从49种鱼种进步到98种，是倍增的。然后但他真的是不会宣传。好，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这2位市长大幅度的改变了台北市建设的格局，包括说轴线翻转，你看到的像我们到现在都还做这个台北的转运站。
好，然后像这个台北在万华区这边做的这个剥皮寮，这都在好市长任内做的。好，那我觉得其实市长真的可以大幅度的改变一个城市的风貌。那其实就很期待啦，不管是未来就蒋市长他的第2任，或者是未来川博在新北市，我觉得其实的确是可以给市民一个很大的改变啦。一个市长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我常常喜欢，昨天也讲过，纽约市原来多烂啊，纽约市多烂啊，都要破产了。我在念书的时候，纽约市要破产了。哦，整个那个42街黄赌黑，那个简直进去吓死人。那个这是美国纽约吗？哦，走在路上随时担心被抢。哦，我后来这个在美国工作时，他们送我到纽约去参加这个管理训练，在那边纽约住了1个礼拜，住了1个月，住了旅馆住1个月。那个旅馆里面那个门栓都10几道啊，旅馆有警卫，还有10几道。你知道纽约是什么样的都市？房地产快崩盘那个时候。然后地铁一塌糊涂，涂鸦涂的，换那个朱利安尼上去，因为以前都是民主党、共和党，以前都是民主党。有时候后来就朱利安尼。民主党因为呢就是放任嘛，结果朱利安尼因为做过检察官，他是共和党哦，他就强调 law and order， 就这个要有秩序哦，法律跟秩序，就开始抓哦，你这个小鬼晚上给我在地铁上涂鸦，晚上去涂，第2天清晨全部清除干净。小鬼看他的作品忙了1夜，第2天就不见了，哭啊。地铁抓逃票，哦，它有一个破窗理论，就是这个窗子要破了，其他窗就会破；只要窗子没有一个破的，就不会破。所以朱利安尼也不过就担任纽约市长没有多少事情，然后加强警力，维护治安，哦，纽约焕然一新，纽约完全跟以前完全脱胎换骨，也不过就是一个市长能把过去这么几十年的积弊，通通把它改过来哈。所以说一个市长重不重要？对啊，从朱利安尼看。非常的重要，朱利安尼是共和党的，可是现在又到民主党去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进党紧锣密鼓哈，在提名各地的县市长候选人哈。那有些地方是用征召的，那有些地方叫初选啊。台南、高雄、嘉义。下礼拜就开跑了，赖清德提醒3点，主要是说不得用任何手段影响公平的竞争啊。台南当然是竞争蛮激烈的哈。那主要就是林俊宪跟陈亭妃，民进党啊这2个哈。那民调看起来陈亭妃是比较高的，可是看好度呢差不了太多，40.2比37.7，只差2.5，误差范围之内。那明明民调差那么多，就是支持度为什么看好度差不多呢？就大家认为说赖清德支持林俊宪，所以到最后哦，可能还是会影响啊。那另外呢，这个有一个消息出来说，民进党2026年的县市长提名是由赖清德在强势主导。那民进党吴峥发言人说乱讲，假新闻哦，恶意抹黑，恶意栽赃。民进党初选作业是选对会负责的。全程公平、公开、公正这个原则哦，所以呢，绝对没有赖清德强力介入或架空选对会。选对会是有实权的，不是只是一个花瓶啊，做做样子而已啊。那高雄市长初选要领表的苏贞昌第2次表态要支持邱意莹来接棒啊。高雄市也竞争非常的激烈哈。那另外呢，邱意莹现在想说我要办亚运。赖瑞隆呢，到美浓客家大本营，哦，端出这个客家政策的牛肉，要打造文化跟经济并行的高雄客家文化城。哦，客家人很重视这个哈。那邱意莹喊办亚运，不容易哦。如果北京反对你办亚运，你怎么样都办不成亚运啊。那时候呢，在这个郝龙斌市长在那办一个世大运，都非常非常困难。那是这个规格非常高的运动会。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哈。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内部说有一个内参民调，说邱意莹输赖瑞隆20%，邱意莹说跟我自己做的落差很大，我自己没有差那么多哦，怎么这个内参跟我讲的我做的差那么远呢？我们看一下。苏贞昌，我要拜托你支持邱意莹来做咱高雄未来的市长。
二度现身表态支持邱意莹，苏贞昌力挺新北高雄组会赢连线，只是这样组合会不会岌岌可危？因为近日传出一份号称绿营的内参民调，第1名的是他。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幸福的高雄。推育了政见，说要让年轻人敢生养。赖瑞隆记者会上满脸笑意，毕竟民调若属实，他是第1名，且足足比第4名的邱意莹高了20个百分点。这个数字的确跟我们自己做的民调数字落差是非常的大，那也跟我们在实际这个拜访的时候，的这个感受也非常的不同。林岱樺也存疑，因为这民调是在1号大造势前做的，不过当天活动现场号称有3万人。这个民调是我刚上大造势之前啦，是已经过去式了。我想整个局势已经是大转变了。每一份民调数据我们都会参考，虽然我起步最晚，但上升最快。另认为民调不对劲的还有蓝营参选人柯志恩，这4个都是立法院同仁，彼此也没有那么多的分别，应该都是3%、5%之内，然后要做出要到差不多16到20左右，我觉得这个民调完全是不可信。而若进一步再看对比部分，柯志恩无论对赖瑞隆、许智杰、林岱樺都居劣势，唯独邱意莹有胜算。那我就是跟新潮流来对决了。柯志恩，如果你那么关心派系，那么关心党派，那我提醒你，那你更应该关心高雄人民关心的财政跟建设。初选还没开打，烟骚味已不少。那朋友怎么看高雄？民进党很激烈哦，很激烈，这个才是台南也是激烈了。对啊，但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比较明确，就是说是民进党过去执政的区域嘛，所以开放的在做初选的话，我觉得现在去质疑这些制度没什么太大意义，因为像我们自己在议员初选的时候也都是一样了哈，其实就照表操课，所以现在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过场的程序，就是说大家怎么去支持。不过我觉得也特别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会去谈那个民调落差，其实是因为民进党的这种所谓的民调机制，跟一般我们做民调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哈。它其实有一点点就是说你怎么去动员你的支持者，愿意能够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去表达你支持的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那个会对很多结果会产生可能大家会跌破眼镜。但其实这个也是民进党内部一直以来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党员的或者说支持者的动员上，你到底能不能做到一个程度来证明你说你在地方上有实力，那跟一般性的，譬如说你的好感啊、你的支持度啦，甚至你的这种知名度，它都不见得会有关联性。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太需要说去质疑说好像内部不公，其实是因为机制上有所落差的一个差别所在了。因为很多举例来讲啦，就是说我的支持者这3天要做民调，通通不要出去啊。守在家里要接电话，对，类似这样跑不出去了，万一打到家里没有接到，就很麻烦。类似这样，就是说始终的支持者一定要在那几天要特别注意有没有电话来调查等等。来，元智，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其实林岱樺的机会还蛮高的，因为他那一天办造势人真的是非常多，而且他会直接跟他的支持者在宣传民调要怎么接。像他就不是有讲了一个28岁嘛，那是因为年轻人在做民调比较不容易被调到，所以加权的话，假设你是调到年轻人，加权比例就会比较高，所以他就跟大家讲说，就是其实以前初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用这一招啦，这招不是新招了，这不是新招了啦。明明我记得有些已经口音很重了，82岁了。你几岁？我28岁，这样。对，真的。所以你的支持者会不会在家里接电话？还有你支持者会不会把你自己的年纪报轻一点？然后这都会影响民调结果啦。那所以今天那个赖清德不是在赖清德主席，然后在他们的中常会讲说，大家民调不要作假哈，应该就在讲这件事啦哈。不过我就是觉得这个也是没办法防啊。然后再来就是民进党一直在否认说这次的提名都是赖清德主导，干嘛要否认？我就记得那时候，现在台中他们提名何欣纯嘛，本来也有蔡其昌想要选啊，在很久以前有一次赖清德遇到何欣纯，就已经讲说让他来做市长好不好了。那时候蔡其昌都还没有宣布不选就直接讲了。那后来是不是何欣纯出来？也是啊，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要否认，是不是担心说到时候如果2026民进党选不好的话，赖清德是不是可以就是说不用负责，还是怎么样？不晓得啦。那高雄的话。最后，现在因为邱意莹之前讲过，他们现在4个人里面3个人新潮流那3个到时候会整合一组去对付那个林岱樺啦。
我觉得如果说民进党的民调，因为它有分对比跟互比嘛，对比是对柯志恩，每一个人去对柯志恩，互比就是他们4个互相比。如果在互比的情况之下，也许他们会支持其中一个人，让那个人的民调看起来要比林岱樺高。那个人我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赖瑞隆啦。所以最后我是预测啦，就是民进党的高雄初选，如果不是林岱樺的话，赖瑞隆的机会就比较高。来蓝轩。对，我觉得民进党到目前为止，坦白讲，就是说他们为什么那么早就要去确定这些人选啊？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整个的目前的民进党的气势是大逆风哦。我觉得他这个大逆风很明显的从那个时候，不管是风灾，尤其重挫了南台湾跟南台湾、台南、高雄。那另外的话呢，关税这个事情其实一直没有搞好，那更没有说更近的这样罢免哦。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民进党很知道自己目前的劣势在哪里，所以那么早的呢去进行这个初选，目的可能就会让这个纷纷扰扰，因为他知道内部一定会产生一些裂痕，而且他们的派系通常内部的争斗都是杀到这个见血见肉，这个到处这个喷洒是很可怕的了哦。那所以呢，其实他需要时间去弭平哦，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目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所以到最终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们派系怎么样子去厮杀，那再来的话就赖清德的意志。但我觉得赖清德特别去提醒有关于说呢，不要这个彼此之间不要相互攻击。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不晓得民进党派系怎么看了哦，因为呢赖清德的意志的贯彻，我觉得他也毫不含糊哦。刚才也讲到了这个赖瑞隆哦，这个在高雄看很清楚，林俊宪在台南很清楚。那你说你不要人家相互攻击，那你拿司法去攻击别人是什么意思？你拿司法去攻击林岱樺，你拿这个司法去攻击郭信良，郭信良一个案子呢才好不容易结了，说13年的这个起诉，结果后来是无罪。那结果又来一个光电弊案，所以好像非查到他不可哦。那这个郭信良又是这个陈亭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伙伴，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内部坦白讲，他们的派系的争斗，以及赖清德跳进去啊，这说没有去参与，但事实上呢去主导整个的初选的过程，我觉得其实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好看了哦，并不是那么的民主了哦。但是呢，终究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用时间去换取空间，等到整个的过年前后大势得定之后，我觉得国民党要去注意的是，目前虽然整个的大气氛是有利于国民党，不利于民进党。那民进党再怎么去厮杀，他终究用时间的关系，或者用他们过去这个习惯的关系，他们终究是会团结起来的。那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团结起来之后，对于国民党来说，他怎么样去在面对目前看起来又有一个民众党的个蓝白合，是不是可以在这一次起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的状况，然后呢颠覆过去那一次侯友宜跟这个柯文哲可能让大家觉得说嘴巴说要和，但是呢显然的并没有真正心里面那么的和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我觉得等于我刚刚讲民进党事实上是比较早，然后呢希望能够去换取或者扭转它的劣势，但国民党看起来好像比较稳，但是的话呢，其实在未来这段时间还有蛮多的挑战，我觉得是还蛮值得注意的啦哦。那现在民进党看起来就是5加 N 嘛，就是嘉南高屏红嘛，现在5个，没错，他们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他们也没有很夸口，我觉得这一点是蛮特别的。而且第一个要保住他5席，多1席就多1席，多2席就多2席。他们很知道自己是什么，所以对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觉得国民党反而不能够掉以轻心，尤其是国民党现在才刚刚这个党中央换人嘛哦，所以整个的气象能不能够起来？刚才湘蓉特别提到说那个曼达尼，我觉得这点是蛮特别的。后来看了几个曼达尼在参选的时候所带起来的他们所谓的目前呢在美国讨论非常多的叫新政治文化，坦白讲，我觉得蛮感人的，或者说蛮让人家觉得很感动的。就是说曼达尼你看他的这些竞选的影片。他都是比方说，我跟你讲公车政策免费搭公车，我就在搭公车的时候跟你讲这件事情。我在跟你讲说我要如何的让这个纽约市更加绿化。我在公园的板凳上面跟你聊天。我今天在跟你讲说年轻人应该怎么样。说他进到夜店里面去，他是一个嘻哈歌手，还发过片子，就跟他这样子跳舞啊干嘛的，非常非常接地气哦。所以我们刚刚在讲到吴怡农，坦白讲，我不晓得民进党怎么样培养年轻人。我觉得民进党现在越来越跟年轻人脱钩了。吴怡农是一个很不年轻人的年轻人。我跟他聊过天，我觉得有点可惜啦。我觉得过去大家看他的这个学经历都非常的好，然后呢外形也很好，但是呢他如果真正要去培养一个年轻人，他从选市议员开始嘛，选立委开始嘛，他怎么连续3次都要选市长呢？他是一个
变得有点像专业陪绑的感觉，我觉得有点在糟蹋年轻人呐。我不晓得吴怡农自己怎么看哦，所以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你反而是在目前看起来，他一切是以派系为主，所以你只看得到派系怎么样争夺，你也看不出来他们对这个城市什么愿景。反正他们就觉得我派系上了，这个我的绿营的地方就是我上了，就不用提任何的政策跟愿景的感觉。那我觉得这是民进党的问题哦。所以对国民党来说，我想如果想要真正的在一个顺风底下让大家更能够感动人心的时候，我认为他必须要提出更多的愿景，以及蓝白合作在这一次的2026，它会是未来2028非常重要的示范。所以呢，包括一些政策的平台，包括一些人才的平台，都应该要去建制起来。就民进党现在有5个现任的县市长啊，哦，但是呢，高雄跟台南是不是真的像民进党以为那么稳不一定？哦，像上次柯志恩选的也不错，上次谢龙介在台南也只输了大概5万票有多少票？输一点，48比43%了，输一点点。哦，民调的时候是有一个民调做成60比10啊，就选出来是48比43。哦，所以呢，民调在台南、高雄其实这个蓝绿不见得准了哈。那除了高雄、台南，其他有4个地方国民党要小心：宜兰、彰化、嘉义市、台东县。哦，这是国民党也要特别小心的地方。休息再回来。好，卢秀燕台中啊，为了这个朱温啊，率了官员鞠躬啊，90度鞠躬道歉，说防疫做不好啊，妈妈要概括承受，要道歉啊。那另外呢，他把台中市农业局长、环保局长、动保处长通通换掉了啊。那环保局找了这个吴胜忠，就原来台北市的环保局长啊，也在环保署做过啊。农业局啊，这个大概是由他的这个副手升上来啊，就说要负责嘛啊，既然当时没做好啊，要负责啊。养猪协会的总干事啊，是这个叫做杨俊杰啊，是发脸书挺卢秀燕，说他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这么困难，结果居然还能把它守住，然后把它封住哦，让这个病毒没有扩散到其他地方去哈。那现在解禁以后，全台湾会有39万头猪滞销。今天中午开始是可以运输了，猪可以运输，明天可以宰杀了，哦，可以宰杀，可以卖。但今天因为它先运了，明天才能杀，所以今天先运，明天再杀啊。那政府也鼓励大家多吃国产猪了啊。台湾的猪是好吃了，而且这不能杀猪以后，你看很多东西都吃不到了，很可惜啊。那39万头猪哦，但是也不能一次都放出来啊。哦，所以只能放一部分这样啊，那否则的话，怕这个市场会受到影响哈。那另外呢，台湾青农养猪协会喊话说，厨余养猪应该走入历史。我们看一下，在整个防疫的过程当中，我们做得不够好。身为市长，我必须概括承受，我应该要道歉。除了致歉，在刚才我们已经发布了相关首长的人事异动，另外之前已经启动的整个事件的调查，现在正在加速的进行当中，一有结果就会跟大家公布。在这个事件当中，让大家担心了，我非常的抱歉。妈妈做不好，一样要检讨改进。好吧，曾宇怎么看？我觉得首先哦，今天妈妈市长这个态度，我给他非常好的评价。第一个，承认疏失、承担责任，这本来就是父母官应该要有的风骨，所以他今天做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做对了。作为一个首长，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本来就他该做的。只是我觉得，如果说他现阶段当然是解禁之后，他来向全民来说明我们该怎么样去清零，预防未来的事情再发生。也许他道歉可能有一点点晚了。我觉得如果他再早一点点去做这个举动，也许今天他的风暴，甚至是对他2028之路，也许就不会这么伤。但是我还是必须说，父母官的风骨，所有未来2026的首长看一看。
卢秀燕这样子的态度是对的，因为他必须要去承担这样子的疏失，同时拔关该做的政治责任他也做了，所以我认为啦，有问题就面对，有责任就去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我觉得倒不在于道歉的时机早晚哈，一个政务官最重要的是事情发生赶快解决问题，不是急着道歉啊。而且不管怎么样，民进党都一定会把这一次的非洲猪瘟问题上升成政治瘟疫哦，就是蔓延越大越好，好牵扯越多越好啊。可是你看这。没有蔓延，没有扩散，然后就是一个单一的个案，这代表什么？这就是一个意外。防疫就是这样，你千日之功，难免有一个意外啊。当年我记得 COVID-19 刚发生的时候，意大利在发生2个个案哦，全国发生2个个案的时候，他就断然的决定整个大中华地区的航班哦，直航航班全部中断。结果1个月以后，整个意大利就沦陷了哦。所以病毒就是这个样子，台湾可以守住这么多年啊，其实我觉得已经很难得了。所以我也不想去苛责什么边境防堵怎么样啦，厨余怎么样啦，现在连是不是厨余都还不知道，已经让全国的厨余处理一团乱了哦。所以现阶段我们还是回到过去的这个防止非洲猪瘟的步骤，不要再乱杀一通了。厨余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只是让它更严谨一点哦，不要再为了一个个案把所有的事情原本已经井然有序的系统全部破坏，全部要再来找一次的新的做法，不会更好。已经很明确，就是说都找到这个问题。其实我是很恭喜，就是说。这2个礼拜大家胆战心惊，没猪肉吃，就很快的这个明天就已经能够有重新回到正轨了哈。所以就是刚刚所有议员讲的，回到正轨这件事情，我们新北市甚至还有那个在未处理的个案发生，所以让那天我们都吓了一跳。还好市政府也很快的做了这个上紧发条，做了调查。那回到正轨就是。厨余要不要用？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回到讨论哈，不是说像现在大家好像把这个东西当成政治责任推来推去，这事情就解决。边境的管制。提醒这个所有的民众，好，我们就还是要维持过去的这个做法。厨余的使用，不管你是要进热场，还是要做喂猪，那你这个相关的配套措施，请务必落实了哈。这一次的问题就发生在这里而已。其实花了那么多力气去查，只是少数人他不愿意配合规定，我们付出这么多代价，希望不要再发生。原子，我觉得卢秀燕她道歉，然后撤换首长，这是真的蛮负责的啦。那希望中央政府也比照了哈，因为那个病毒不会忽然间在台湾出现嘛，一定是从外面来的嘛。那昨天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还在这边操作这个东西，在那边喊说卢秀燕还我猪哦，这是学柯志海的啦，因为柯志海以前是说马英九还我牛，那为什么你只有叫卢秀燕还你猪嘞？如果这个猪瘟没有进来的话，那也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啊。这就让我想到刚刚苏伟讲这个 COVID-19 期间。边境出了问题，但是我们在双北、新北那时候很严重，双北很严重，就民进党就一直打双北，然后还说万华是破口，然后侯友宜那时候也一直被攻击，但是其实地方首长都是非常认真在防疫。后来是3+11的政策的问题嘛，所以地方已经认错了，希望中央也用同样的态度。蓝轩，对，如果说徐国勇说要还他猪，那花莲人是不是应该叫中央还他命来呢？我的意思说，事实上，在那么多的一些最近的一些，不管是风灾啦、天灾啦，这个猪瘟，就是我觉得中央跟地方不要推来推去。我觉得中央到目前为止的话，包括花莲的风灾，包括这一次台中市就说有错。你说花莲有没有他没有做的尽善尽美的地方？有。那台中市是不是延误了时间？对。那所以他就做处理了嘛。但是我觉得中央你要拿出一个中央的担当、中央的态度来，你不能够什么东西第一个时间只想到政治，只想要先把责任推过去，然后真正解决问题，才是老百姓真正想要的政治。你边境检查没有出现缺口，非洲猪瘟不会突然的出现在台湾的土地。好，那我觉得中央的一向就是说，哪一个县市出现了就是你的问题，那根本去忽略了中央自己在边境防守的这个责任。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对的。我只觉得太遗憾了，就一个非洲猪瘟的问题，最后大家呢聚焦在呢台中市呢卢秀燕的一个小小的危机处理。非洲猪瘟